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在手相学里，5只手指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及命运有很大的关系，尤其是大拇指。因为大拇指与其他4指比较起来，大拇指的作用会比较大，可以说是5只手指里面排行第1的角色。大拇指长得比较不好的人，即使其他4只手指长得好，也很难发挥它的作用；而拇指长得好，其他4只手指长得不好，也很难有特别的成就。在手相学中，会特别重视拇指。有很多手相学家一致认为，出自于拇指的头脑线是判断手相的基准。由此可见，拇指在手相学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。拇指在西洋手相叫做金星指，它的标准长度以到达食指的第3指节的中线为标准。如果到达食指第2指节与第3指节中间算超长的拇指，拇指到达标准长度，代表有决心、有胆量去尝试；长度不足，表示做事决心不足。手指指节分为天地人3个部分。大拇指的第1指节代表意志，第2指节代表理性，第3指节在金星丘，代表情欲。如果拇指的第1指节发达，代表积极、意志坚定、忍耐力强；第1指节不发达，意志力薄弱，经不起挫折打击；第2节指节发达，代表理性、沉着、深谋远虑，不会意气用事；第2指节不发达，缺少理性思考，做事容易冲动，比较粗心大意；第3指节发达，感情丰富，有爱心，想法和意志力容易受到感情、爱情的影响，对感情生活的欲望比较高，容易沉迷于恋爱气氛中。第3指节不发达，对感情冷淡，缺乏同情心，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，比较难以沟通。大拇指第1指节过长的人，意志力坚强，不管成功失败都有胆量尝试，有不怕失败的勇气。不过处理事情常常会缺乏理性的判断。相反的，第1指节太短的人，意志力不够坚定，在遇到挫折困难时容易屈服。第2指节过长的人，有智慧、聪明，个性沉着、冷静，理解力强，思路有条理。相反的，第2指节太短的人，理解力会比较差，也比较不理性。第3指节太过于饱满隆起，代表这个人的个性比较冲动，情欲强烈，生殖机能强。相反的，第3指节太过薄低陷，代表这个人的身体不结实，疲弱无力，身体弱，容易生病，个性比较冷淡。如果大拇指的指节纹是一条的人，代表在小时候家境贫寒，长大后必须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，难享受到主字辈的庇荫。如果纹路呈现中断，在小时候可能会遭遇意外伤害，或是跟父母的缘分淡薄，离开家乡发展。好朋友，为什么拇指在手相学中会有那么多的研究分析呢？这是因为大拇指主要掌握的是一个人的根基本质，而透过拇指的形状、长短、大小和厚薄度等等，可以大概知道一个人的求学成长过程是否顺利，身体方面是否健康。如果大拇指的形状长得端正、健壮秀丽，代表在童年时期的运势顺利，学业有成，身体健康，可以享受到父母的亲情和庇荫。如果大拇指的形状过大，是表示这个人的脾气较为暴躁；拇指形状如果长得过小，是表示意志薄弱，富于感情。5只手指在五行中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属性。食指五行属木，中指五行属火，大拇指五行属土，无名指五行属金，小指五行属水。拇指在五行中属土，土主田地、住宅等不动产，土生养万物，是万物之母，因此拇指也代表了父母。大拇指的第1指节代表父亲，第2指节代表母亲，拇指是代表长辈们的福气。拇指上面有疤痕的话，长辈的福气也会有所减弱。如果大拇指粗长有肉，圆润有形，可以得到主业或者是父字辈的关照，
自己也可以自成一格，有良好的发展。好朋友，掌纹的形态中有特殊掌纹，小小的拇指同样的也蕴藏了一些特殊掌纹。接下来樊晨居就来跟大家说明拇指的特殊掌纹。拇指上的特殊掌纹：一、红鹤眼，又叫做孔子目、夫子眼、凤眼纹，位置是在拇指第一指节指骨上的指节纹，是由2条或3条组成，形状像眼睛。古书记载，女子若生得此纹，能嫁贵夫；男子得此纹，能娶贵妻。不管你是男生女生，有这种手纹符号，都是代表吉祥的象征。如果红鹤眼清晰完整无缺，有缺口没有合拢的话，就不算是红鹤眼，象征吉祥的程度也会减半，代表这个人天资聪颖，头脑聪明，记忆力强，有胆量，有强的管理能力。童年时期家境比较富裕，青年时期就事业有成，身体状况良好，能旺夫旺妻，无论男女可以找到好的良缘，婚姻生活幸福美满。不过这方面我们还是要配合婚姻线、感情线等来做比对。有红鹤眼的人或这条线直清晰，代表有好的功名运、读书运。如果又有好的智慧线，会有更强的加成效果。红鹤眼有人称为佛眼纹，代表直觉敏锐、第六感灵验，直觉感知能力特别强，也因为如此能够为自己带来好的运气。红鹤眼算是少有的手纹，如果你的左手或右手有红鹤眼，都是好的象征。双手都有红鹤眼的话会更好，即使没有大富大贵，也能衣食无缺。2、父母纹，位置是在拇指第2指节的纹路，叫做父母纹。上面这条为天，代表父亲；下面这条为地，代表母亲。2条横纹如果明显，是表示父母都很富贵；2条纹路如果不明显，是表示父母亲会有些状况问题。看父母纹的父亲，必须再配合看天纹和乾宫，因为感情线和乾宫代表父亲；看父母纹的母亲，必须再配合地纹和坤宫，因为生命线和坤宫代表母亲。这2条横纹，有的人出现1条，有的人出现2条，这是表示一个人有智慧、有才华，凭着自己的努力自修学习而有学问，可以自行创业，但是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。一旦成功，能够得到大的成就。如果在下端外侧有1条或2条小的横线，是代表可以找到内外兼备、个性好的另外一半，能拥有美满的姻缘，婚姻幸福。如果这个位置完全没有父母纹，也没有杂纹，代表事业发展比较会遭受到阻碍，事业成功的机会较小。3、财富纹，又称为偏财纹，位置是在拇指的第2指节，呈现网状格纹，多条横纹、田字纹或复杂的纹路。网状格纹是表示有这种纹路的人聪明、头脑灵活、反应灵敏，能够掌握赚钱时机，而能获得庞大的财富，有很好的偏财运。方块形的田字纹，代表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可以得到贵人相助，也是大吉的象征。多条横纹代表家里的祖上有留下丰厚的祖业，或可能继承家产。如果拇指第1指节健壮，代表能得到主业；拇指第1指节小弱，代表得到主业少或没有主业。拇指的形态和意义：1、刚节拇指，挺直不弯曲的拇指，指节坚硬，不容易向外弯曲，个性刚直、实际，信守承诺，意志坚定，一旦立定志向，能够实际行动，全力以赴。有领导能力，很有自己的主见，不易服从，常常坚持不让，有些倔强固执，做事有步骤，小心谨慎，有忍耐力，节俭，懂得开源节流，不愿自己吃亏，也不愿占别人便宜。
如果拇指长得秀丽，则代表品性端正，有商业才能，可以成为商界人才。2. 柔节拇指，可以向外弯的拇指，心胸开阔，比较容易容纳别人的意见，富有想象力，喜欢学习新事物，为人随和，有好人缘，内心比较敏感脆弱，对钱财比较不重视，幸福和爱情远胜过财富，做事执着，只要有把握的事会耐心完成。有柔节拇指的女生，代表婚姻幸福，是个贤妻良母。但是拇指如果太过柔软的话，就表示比较没有主见，没有中心思想，钱财方面容易有损失。3. 棒形拇指，又叫球形拇指，拇指头的形状特别厚实浑圆，拇指关节不发达，形状挺直圆长，个性坦直冲动，比较情绪化，做事较为呆板守旧，缺乏耐性，大部分是属于从事劳力方面的工作，如果能三思而后行，事业才有成功的机会，适合从事劳动、技术工程、体操、运动员等工作。4. 蜂腰拇指，指头稍微宽扁而略长，第二指节细瘦，形状就像蜂腰，代表反应速度敏捷，有辩论才能，多才多艺，待朋友真诚，当朋友遇到了麻烦会伸手援助，擅长处理人际关系，但个性比较依赖，缺乏创造力。如果女生是蜂腰拇指，代表是个贤妻良母。5. 直形拇指，挺直微弯的拇指，代表有智慧、有毅力，个性比较独立，有优越的判断力和敏锐的观察力。直形拇指同时也兼具钢节拇指的一些特性，有双重的性格，一方面表现的是坚持不易服从，一方面又具有容纳别人意见的灵活性。有直形拇指的人，如果又有良好的事业线，在商业方面会有所发展，能够得到财富。6. 尖形拇指，尖形的拇指代表头脑灵活、聪明，有商业才能，眼光独到，往往能够发掘商机，也能够掌握商机，很适合当老板。但是如果拇指太过尖又小，反而太过聪明，变成狡猾，不擅长于做生意，很多都是在年轻时就当了老板，后来失去声誉，又重新做起。如果拇指是尖形往后仰，是表示虽然头脑灵活，但是意志不够坚定，比较自命清高，喜欢处处留情，善变情绪化。7. 扁形拇指，扁平短又薄的拇指，个性比较神经质，优柔寡断，做事缺乏原则。如果是男生，会比较听从妻子的话，妻子的能力和运势如果不错，对于扁形拇指的男生来讲，事业上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拇指扁平又长的话，是表示体力差，不能过度劳动，过度疲劳。8. 指头肥大的拇指，拇指指头肥大，代表这个人性格保守，不太会变通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，做事犹豫不决，不够果断，缺乏决断力，不适合做生意，大半辈子都是为了生活奔波劳碌，不得悠闲。好朋友，我们除了观察拇指的类型之外，还必须再配合食指、天文、感情线、人文、智慧线、命运线等，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推敲运势的走向和一个人的富贵能不能长久。在下个单元，我们一起来探讨手指的指纹。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。我们下次见。谢谢你的观赏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和订阅频道。订阅是免费的，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第一个通知你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拜拜。